好莱坞知名夫妻离婚撕逼剧又有更新了，这次的主角是《权力的游戏》里饰演狼加珊莎的英国女演员苏菲·特纳，而她的前夫是美国流行摇滚乐队乔内斯兄弟中的二乔 Joe Jonas。本周，苏菲终于打破沉默，在成为 Vogue 封面人物的同时，首次公开谈论她与二乔离婚的种种是非，揭开了隐藏在婚姻背后自己经历的种种辛酸。而很多人一看，都隐隐嗅到了撕逼的味道。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16年，那时1996年出生，才20岁的苏菲是炙手可热、冉冉升起的好莱坞新星，凭借全世界大爆的《权力的游戏》获得了一票忠实的粉丝。而1989年出生的二乔刚刚创建了新乐队 DNC， 第一支单曲《Cake by the Ocean》就取得了巨大成功，开始了巡演。处于事业巅峰期的两人，在一个共同的朋友介绍下认识了。二乔对小7岁苏菲一见钟情，对她展开了猛烈追求，两人开始约会。2017年10月，二乔和苏菲在各自的 ins 账户上发布了订婚戒指的照片，配文也十分甜蜜。他说了 yes， 我说了 yes。2019年，两人正式结婚。先按照二乔的心意，在拉斯维加斯举办了一场独特的摇滚婚礼，又按照苏菲的心意，在普罗旺斯的城堡举办了一场正式而奢华的婚礼。那时，这对娱乐圈的金童玉女是人人艳羡的对象。而现在的苏菲在回忆起来的时候说，那感觉很不真实，就像是一场轻飘飘的梦境。她年纪比我大，我感觉自己被照顾得很好，以至于在我回到家时都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他们的婚姻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，经常被拍到一起外出或度假，享受着平静而幸福的家庭生活。二乔在音乐事业继续发展，而苏菲则退居二线，平衡家庭生活。然而，在这次采访中，苏菲却透露了当时的辛酸。苏菲说，那时候她最大的感受是，一瞬间自己被贴上了乔内斯兄弟妻子的标签。三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受到了很多关注，我们总是被称为妻子们，但我讨厌这样，这让我感觉像是附属品，就像是被视为乐队的追星族。虽然那时二乔努力不让他有这样的感觉，但是在无数媒体都这样称呼的时候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乔奈斯三兄弟和妻子们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为了和二乔一起生活，英国出生长大的苏菲开始更多的住到了美国，搬到洛杉矶。在搬到迈阿密，表面上她像是住进了豪华别墅的阔太太，过上了奢华的生活，可实际上苏菲却因此和朋友们完全分开。我像是被困在镀金笼子里的鸟。社区里充满了50岁的男人，想象一下你在遛狗时结交朋友的感受。而最让她感到不安的，还是怀孕导致的身份变化。苏菲第一次怀孕时才刚刚24岁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想成为一个妈妈。当你20出头的时候，生活是如此的迷茫。我记得把妊娠测试扔给她，说，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你认为我们应该要这个孩子吗？那时很多人都为苏菲惋惜，她在23岁结婚，24岁和26岁生下了2个女儿，事业的黄金发展期几乎因此停滞。如果她因此而获得了圆满的家庭生活，那也算是一种平凡的幸福。然而，去年8月底，两人毫无预兆地宣布离婚了。去年8月份，苏菲还在乔奈斯兄弟演唱会上现身，甜蜜牵手支持丈夫。然而9月初，二乔就在迈阿密提出离婚，声称双方的婚姻已经是无法挽回的破裂。尽管签署的法定约定让苏菲无法透露离婚的具体原因，但在这次采访中，苏菲还是提到了当时的震惊心情。当时，二乔在声明里暗示他知道他会提出离婚申请，但苏菲表示自己甚至是通过媒体得知这一切的。那时，苏菲正在英国拍摄《穷》，而二乔正带着2个女儿在美国。根据他和剧组的合同，他必须继续在片场待2周，直到剧目完成，不能离开。所以，即使他非常痛苦，他也没法飞回去见自己的孩子们，还要面临铺天盖地的黑通稿。那时谣言四起，称他们分手是因为苏菲太不顾家，
还有人用剧组庆祝的照片当作苏菲彻夜狂欢的证据来抹黑她。媒体说苏菲在无忧无虑地参加派对，而她的丈夫则一直在尽职尽责地照顾2个女儿，所以2个人才离婚。这件事情很快被证明是谣言。毕竟二乔在婚姻期间经常巡演，2人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共同说过苏菲是更宅的那个人。然而在当时的那几周，苏菲几乎要崩溃了。她和二乔拍曾被问到谁更喜欢宅家，2人都指的苏菲。我没有办法想象，竟然会有这么多人在看图说话，一张照片会讲述一大段故事，但这完全和我没关系。我感觉就像在看一部我一生中从没有写过、没有制作过或主演过的电影，这太令人震惊了。到现在我都觉得震惊。苏菲和剧组庆祝收工的照片被用作她是 Party Girl 的证明，那些流言蜚语一直在缠绕着她，甚至会洗脑到让她怀疑自己。这很痛苦，因为作为一名母亲，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充满了妈妈的愧疚感。这种感觉如此真实，简直在折磨着我自己。我不得不断地对自己说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你是一个好妈妈。从来没有参加过派对，苏菲在接受采访时承认，她并不擅长处理自己的情绪。作为一个在聚光灯下长大的女孩，她一直会评判自己，而每一次的痛苦，她都无法疏解，只能将它们压下来，在未来的几年里，以某种形式的抑郁或焦虑的形式出现。而在这段被泼脏水的时间经历的痛苦，几乎要将她压垮。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几天，有些日子我甚至觉得自己要撑不下去了。我打电话和我的律师说，我做不到，我就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些，我不够坚强，没法为自己争取。但幸运的是，这个时候的苏菲得到了朋友的支持和陪伴，她的律师一直在她身边鼓励她，劝说她站起来。在我陷入困境2周后，他提醒我，我是在为我的孩子们而战。一旦有人对我说为你的孩子做这件事，我就会这么做。我不会为自己做这件事，但我会为他们找到力量。此外，他的好友们也陪着他，尤其是当时正忙着美国巡演的梅梅。在这次 Vogue 专访里，苏菲特意提到了她的雪中送炭。梅梅曾经是二乔的前女友，不过后来2人和解，她也成为了苏菲的好友。苏菲怀孕的时候还曾经送上过礼物，在苏菲最崩溃的时候，她坚定地站到了她的身边，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支持。而苏菲也表示，在她从片场回到美国，准备开始打离婚和抚养权官司的时候，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住处，是梅梅收留了她。泰勒对我来说是绝对的英雄，我从来没有像对他那样感激过任何人，因为他收留了我和我的孩子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家和一个安全的空间。那段时间，2人经常一起出门，一起去看球，一起去吃饭，直到苏菲慢慢从崩溃中走出来。她确实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从生命中的女性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令人惊奇的事情。我感觉自己受到了如此大的呵护。去年10月，一起去看橄榄球比赛的苏菲和梅梅以及一众朋友，从去年9月闹离婚到现在，两边仍然没有达成永久协议。最开始的临时协议让2个女儿暂时留在纽约。10月时，苏菲起诉二乔，阻止她带孩子离开美国回英国后，临时协议被修改为父母双方都被允许每次和女儿相处2周，并允许女儿们在美国和英国之间往返。今年3月，二乔和苏菲再次启动了离婚程序。现在，苏菲在采访时说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和乔能够和平地共同抚养孩子。我对现在的进展不满意，毕竟这涉及了我的孩子们，他们是这一切的受害者。但我认为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苏菲最后说，她唯一希望的就是让2个女孩还能感受到被爱，父母角色都不缺席。二乔仍然还是孩子们的好爹，从最开始的金童玉女、幸福夫妻，到离婚4X 大战，再到现在有些唏嘘了，只能说希望孩子们不要受到太大伤害。美女才28岁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